葛总，有件事需要你帮忙澄清一下，我有没有借你的钱？借钱？什么意思？葛清泉一头雾水，不明白他这算什么问题。你就说有还是没有？没有啊。老弟需要用钱，真要用钱跟我说一声，要多少？暂时不用，只是因为个人原因求证一下，谢谢葛总的好意了。叶枫说罢，挂断了电话，然后问道：你现在信了吗？叶枫敢当面打电话对质，唐仲威心里多少有些动摇，但他还是没有完全相信。也许你们早就提前说好了。叶枫很是无奈，只能把手机的转账记录翻出来给他看。给我转账的这个人叫何元良，是刚从国外回来的一名收藏家。如果你还是不信，我可以给他打电话对质。但如果你非要说我找人演戏，那我也没什么办法。看着手机上的转账记录，唐仲威惊讶地捂住了嘴巴，因为不仅仅有叶枫交费的记录，还有何元良330万的转账，那么多个零，让唐仲威以为自己看错了。杯子卖了30万，我提供的消息，他先给了300万，如果最后证明是真的，会再给我一部分。唐仲威满脸的不敢置信，眼泪都被吓得要倒流回去。杯子的售价，之前叶枫说过，还算有点心理准备，但是什么样的消息能价值数百万？他告诉别人下一期彩票的中奖号码了。叶枫简单的把事情讲了一遍，当然了，他不会说自己是从未来重生，只讲自己见过何元良要找的人，机缘巧合下才赚到这笔钱。唐仲威心里猛地兴奋起来，如果是真的，岂不是代表家里有了300多万现金？那诺诺的医药费就真的不用愁了。想到这，唐仲威已经顾不上再去怀疑什么，他上前抓住叶枫的手，不管这些钱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，我希望你能把它们用来治疗孩子的病，就当我求你了，好吗？他的态度如此卑微，叶枫叹口气道：你如果不相信我，可以把钱都转到自己的账户上，我1分钱都不会动。唐仲威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知道连续的质疑可能让丈夫有些不快，他连忙抹去泪痕道：我不是怀疑，只是女儿的病。放心吧，我知道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。不过大哥把话说的那么难听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之前去做了什么？如果他知道你为了孩子的病去卖肾，肯定就不会。我不想用自己的痛苦来博取别人的同情，哪怕那是我哥。唐仲威满脸苦涩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已经受了太多的鄙夷，太累了。说真的，今天去那的时候，我甚至想着，如果他们手术出现意外，让我死掉，该有多好。这样的话，就不用整天看别人的脸色了。唐仲威脸上的苦涩让叶枫感同身受，在他发达之前，也曾经遭受过同样的待遇，而且因为性别的原因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叶枫犹豫了下，然后抬起手，第一次主动搂住了这个女人的后背，轻声道：有我在，不会再有人看不起你们了。听到丈夫的柔声，唐仲威忽然觉得无比内疚。她知道，也许自己这次真的错了，丈夫不是自己想象中那么愚蠢，而是在用其他的方式努力着。可自己非但没有鼓励，没有夸赞，反而不断的打击她。这样的行为和父母、大哥他们又有什么区别？对不起。唐仲威把头埋在叶枫胸前呢喃着，叶枫轻拍着他的后背，没有说话。既然决定要对他们负责，就不需要说太多煽情的话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看着父母和好如初，诺诺的小脸上也多了一丝笑容。而此时的唐明海已经回到家里。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？不是说去看楼盘吗？早上去医院看了下诺诺，微微有点事情出去，让我临时看了一会儿。一旁看书的唐景松哼了声，就你整天瞎勤快，喜欢给人当免费保姆。爸，不管怎么样，小妹毕竟是我们的家人，总不能真的不管不顾吧。宋月如狠狠瞪了一眼还想说什么的唐景松。在医院里，他们可以说任意的难听话，因为大家都明白那是针对叶枫的，但在自己家人面前没必要这样搞。诺诺现在怎么样？她的医药费能撑几天？你妹妹有没有透露会按我们意思做的想法？宋月如依然抱着用诺诺医药费做要挟，让女儿离婚的打算。唐明海叹口气，这事暂时你就别想了。叶枫那个兔崽子走狗屎运，前几天巴结上了我的一个大客户，他从那个大客户手里借了100万，就算暂时找不到肾源，起码几个月内是不用担心医药费了。100万？哪个傻子借这么多钱给他？有病啊！宋月如气冲冲的道。谁说不是呢？不过我那客户确实很有钱，万顺地产的大老板可清泉，人家不在乎这仨瓜俩枣的。宋月如气的不行，本来她想着女儿没有钱，只要医院那边狠心把他们赶回家，用不了几天就会来求她了，到时候还不随便拿捏。谁知道叶枫竟然能搞来100万，就算这些钱用不了一辈子，可几个月的时间依然难熬。我觉得吧，你与其想着小妹又要好几个月离不了婚，还不如想想回头叶枫万一跑了，这100万怎么还的问题。他跑往哪跑？唐景松瞪起眼睛，他敢跑，我打断他的狗腿。爸，这话光说有什么意思？唐明海没好气的道。就叶枫那种人，吃喝嫖赌的，什么事干不出来。他现在能借着钱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的，回头人家催他还钱，你说他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，拿什么还？要是他跑了，这账还不是要落在小妹头上？难不成我们要看着小妹任人欺负吗？这个兔崽子真不是玩意，我现在就去打死他！老丈人竟拿孙女医药费做筹码，要挟女儿离婚，而我却仅在1天内搞定100万医疗款。然而他们却质疑我钱的来路。就叶枫那种人，吃喝嫖赌的，到时候他跑了，这欠的100万肯定要落在小妹头上。难不成我们要看着小妹任人欺负吗？这个兔崽子真不是玩意，我现在就去打死他！唐景松说着就往外冲，宋月如连忙把他拉住。行了，你就别再添乱了。
唐明海也在一旁道：“小妹现在也被逼得够呛，摊上这么一个丈夫，她比我们难得多。再难也是她自找的，早点离婚，早就没这些破事了。”唐景松嘟囔道：“说是这样说，但他终究还是没有去找麻烦。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诺诺每天在医院接受治疗，等待肾源。无论唐明海还是其他人，都再没有来看望过，这让唐仲威十分的难过。就是因为从前受的宠爱太多，现在的落差才会大到让他无法接受。直到1个月后，唐家终于来人了，他们一直在等着100万花光，如今是时候了。妈妈、外公外婆还有舅舅来了。”唐仲威回过头，果然看到了父母3人。爸妈。唐仲威低声打了招呼，宋月如看看诺诺，又看看唐仲威，然后问：“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还在等肾源。钱呢？听说你们借了万顺地产老总的100万，现在应该花的差不多了吧？”唐仲威下意识看了眼大哥唐明海，知道这一定是他传出去的。唐仲威摇摇头：“那钱不是借的，而是叶枫卖了古董，还给一个收藏家提供了重要消息赚来的报酬。”宋月如早就从唐明海那里听过这个说法，她嗤之以鼻道：“这话你真的信？还是觉得我们是傻子？什么消息能值100万？”他的反应并没有超出唐仲威的预料，因为自己刚听到叶枫说这事的时候，也是一模一样的反应。唐景松更是指着叶枫怒骂道：“兔崽子，你要还是个男人，就承认自己撒了谎，别在这装模作样。谁不知道你有几斤几两？”叶枫心里憋着火，沉声道：“我有没有撒谎，微微知道。至于你们信不信，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这里是病房，诺诺还在治疗中，我不想当着他的面吵架。”这时候，一名护士跑了进来，喊着：“6号床叶诺是吗？”“是，怎么了？”“有匹配的肾源了，你们要不要？如果要的话，就抓紧去交手术费，马上进行手术准备。”叶枫心里一喜，二话不说，立刻就跑出病房去交费。宋月如则拉住护士：“手术要多少钱？”“大概30-40万吧，这是基础费用。如果中间出了什么意外，可能需要更多。以前有人花过将近200万，反正你们尽可能多筹集钱。”“这么多？”唐景松听到需要这么多钱，不禁反喜，冷哼道：“看那兔崽子跑这么快，等知道需要交几十万，他就该傻眼了。赶紧去劝劝你闺女，只要她肯回头，这钱我给她出了。”宋月如也是这样想的，走过去拉着唐仲威道：“听到你爸说的了吧？只要你别再这么固执，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帮你。”“妈，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，但也希望你们能明白，我并不需要这样的好意。”唐仲威推开母亲的手，神情冷漠的道：“还有，我们的钱足够用，不需要你们操心。”“不需要我操心。”一听这话，唐景松当场就炸了：“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借了别人100万？现在1个月下来，这些钱还剩多少？我们来的时候就找医院问过了，你们的医药卡上还剩不到5万块钱。诺诺这段时间病情恶化，每天的费用都在不断增加，现在就算你们掏空家底，也不可能再拿出多余的钱来了。不要我们帮忙，谁还会帮你们？再去找那个葛总啊，真当人家是散菜童子啊！”唐仲威看着自己的父亲多日来的委屈、憋屈都堆积成了愤怒。为什么你们就不愿意相信他？他已经改了，不再是以前那样，为什么你们就不愿意给他一个机会，非要在这里苦苦相逼？唐景松气急道：“什么叫我们逼你？还不是你自找的？而且狗改不了吃屎，你纯粹是瞎了眼才会觉得他改了，活该你受穷。”正说着，数名医生护士涌入病房，把唐景松等人推到一边。“别挡在这里，无关人员请立刻离开病房，我们要给病人做术前准备。”唐景松冷笑道：“你们恐怕准备的太早了，他们根本拿不出手术费的。”医生满脸愕然地看了他一眼：“你在说什么？人家已经交了100万的手术费，怎么会不够？”唐景松和宋月如3人听得一愣，100万的手术费。唐明海忍不住道：“医生，你是不是说错了？他们之前是交了100万没错，可这段时间已经用的七七八八了。之前那100万是用的差不多了，可孩子父亲刚刚又去交了100万啊！”医生有些不耐烦了：“行了，别在这啰啰嗦嗦的，赶紧出去！”唐景松3人满脸惊愕的被赶出病房，他们很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没一会，叶枫跑了回来，对一旁的唐仲威道：“那边和我联系了，肾源正在往这边送，大概1个小时左右到。手术费我先交了100万，不够再说。”老唐家3口人像活见鬼一样看着叶枫，这家伙又去交了100万。唐明海瞠目结舌地盯着叶枫：“你从葛总那借了200万？”叶枫只瞥了他一眼，没有回答。这种先入为主的问题，自己回答起来完全是浪费口舌。很快，诺诺被医生和护士推了出来。“爸爸妈妈！”看着小丫头撇着嘴，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，唐仲威的眼泪也当场落了下来。叶枫握住了女儿的手：“不用担心，有爸爸在，你会没事的，睡一觉起来，什么都好了。”他的声音似乎给了诺诺很大的信心。小丫头用力点着头，一路跟随，直到诺诺进入手术室，唐仲威终于忍不住靠在叶枫的怀中。他会好起来吗？会的，一定会的。叶枫很肯定的道。换肾手术在国内已经很成熟了，不会有太大的危险。手术室里亮起了红灯，所有人的心都揪了起来。唐景松和宋月如话说的再狠，那也是他们的外孙女。看着孙女进了手术室，老两口也是难过的很。叶枫，你是不是从葛总那借了200万？不是我说你，这么多钱，人家敢借是因为不缺钱，可你也敢拿，你拿什么还啊？这个不用你管，我们家的事情我们会自己搞定。
如果你是来走亲戚的，我随时欢迎；如果是来批评我们的家务事，对不起，我不太想听。唐明海被他的态度气到，又不好说太多狠话，毕竟葛清泉对叶枫很看重，还因为他的关系给了公司几个办公室装修的订单，所以唐明海只能转而面向唐仲威。小妹，100万家里可以帮你，可200万这不是个小数字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数啊？怎么能让他这样胡来？如果我们不帮你，这200万你们根本还不起。我说过了，这不是他借的，而是他靠真本事赚来的。唐仲威头也不抬得到。唐明海被气笑了，如果叶枫能靠真本事赚到200万，你们娘俩还需要过这么久的苦日子吗？早就该发达了。什么狗屁靠真本事赚来的？他有那本事吗？唐景松气得吹胡子瞪眼道：我现在跟你们明说，立刻离婚，我手里有100多万，全都可以给你们拿去还钱。但是如果你们现在不答应，我有个老朋友准备开个可降解塑料厂要投资，我马上就把钱给他，到时候你们想要可救都没有了。老丈人竟扬言，就算孙女死在手术台上也不会管，还要把100万医疗款投资到塑料厂上，却不知这塑料厂将会是最猖狂的诈骗案。我现在跟你们明说，立刻离婚，我手里有100多万，全都可以给你们拿去还钱。但是如果你们现在不答应，我有个老朋友准备开个可降解塑料厂要投资，我马上就把钱给他，到时候你们想要都没有了。宋月如紧跟着附和道：微微，你爸真不是在吓你，你让叔叔跟我们讲投资的事情已经很久了，他那个厂现在其实已经不缺资金了，只不过看在和你爸关系特铁的份上，想让他也跟着赚点钱而已。这钱你们如果不要，可就真拿去投资了呀，签了合同，谁都没权利把钱拿回来了。叶枫抬头看向唐景松，你说的那个可降解塑料厂，是不是打算取名叫金柏塑料？厂长叫廖志凡吧？唐景松微微一怔，没想到叶枫能说出塑料厂和厂长的名字，他不禁一脸得意道：你既然听过，应该知道这是咱们省里有名的重点服饰项目，以后可是要赚大钱的。叶枫哑然失笑，不好意思，我还真不觉得这个厂能赚什么钱，而且我劝你也别投资，不然的话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知道什么是贪小便宜吃大亏。我可以明白的告诉你，这个厂所谓的省里重点扶持都是假的，都是他们做的假证用来圈钱的。你也不想想，人家的资金都到位了，干嘛还要让你也跟着出钱？其实就是能多骗一点是一点，等实在没人可骗就跑路了。放你娘个屁！唐景松直接骂出声来。廖志凡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，你以为人家跟你一样没出息，还骗钱？他在国外获过那么多奖，这2年我们可都是亲眼见证的。你再他妈乱说话，我撕烂你的嘴！叶枫毫不畏惧，直视着唐景松道：那你怎么不想想，既然他能在国外获奖，为什么国内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为什么他在国外有那么高的知名度，却要回来国内办厂？难不成因为他爱国？这是个好理由，但更多的还是为了骗你们。精心布置了几年的局，吸引了10几个亿的投资，除了个人的，还有大量的公办单位的。这次的诈骗案可以说轰动国内外，是近些年来最猖狂的诈骗之一。这是叶枫前世曾看过的相关报道，据说主犯廖志凡在逃往海外20多年后才被抓回来，但那些钱早就被他挥霍得干干净净，一分钱也拿不回来了。100多万，要是真被骗了，怕是要哭死。叶枫的话把唐景松气得七窍冒烟，他指着这个上不了台面的女婿，浑身都在哆嗦。你这是在诽谤，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，却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恶毒。你自己穷，就希望我们也和你一样是吧？好，今天就算诺诺死在手术室里，这个钱我都不会掏的。我现在就回去给老廖入股，等我们赚大钱的时候，你别再来哭着求我们。这话多少有些狠毒了。唐仲威听得脸色发白，眼泪直往下掉。不管丈夫说的话有多不讨喜，也不管什么原因，作为自己的父亲，却说就算孙女死在手术室里都不会管，这得让人多么心寒。其实唐景松说过这句话后，看到女儿的表情，多少也有点后悔。但话都说了，他实在拉不下脸面收回去，只能咬牙切齿地转身离开。宋月如也因为丈夫的话感觉浑身难受，不声不响地跟着走了。唐明海则走过来，试图为父亲解释2句。唐仲威一把将他推开，瞪着通红的眼睛：走开！从今天开始，我和唐家一刀两断，不要你们管我家的事，我也不想看到你们任何人，滚啊！唐明海深知现在自己说什么都是站不住脚的，只能摸着鼻子走人。看着父母大哥都离开了，唐仲威这才转头扑进叶枫怀里，痛哭出声。他们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老公，我的心好疼。叶枫能理解他的痛楚，没有什么比被最亲的人伤到更让人痛苦。他没有说任何劝慰的话，因为心里明白这种事情只能靠时间熬过去。此刻说再多，唐仲威都听不进去的。唐家3口上了车之后，宋月如才叹气道：老唐，你这话说的实在有点过了呀。唐景松自知理亏，没有辩解，只道：还不是被叶枫那个兔崽子气的，他连老廖的面都没见过，就说什么这是近年来最大的诈骗案之一，说的跟他亲眼见过一样，真是胡扯都扯不像。唐明海一边开车一边问：爸，你真准备去投资廖叔的厂？当然投，干嘛不投？你该不会也觉得他在骗人吧？那倒不是，这次的塑料厂听说连市里都有投资，官方背景，怎么可能是骗人的？
叶枫那种人纯粹是狗急跳墙，说话来恶心我们而已，不用放在心上。我只是觉得，如果真把钱都投进去，万一小妹这边要用怎么办？唐景松刚想说绝对不给他用，但话到嘴边也没能说出来，最后还是宋月如拍了板，别全部都投了，投个100万，留30万备用吧。万一他要用，总不能真见死不救。唐景松撇撇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诺诺的手术很成功，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排异反应。医生走过来，给了他们一份早就拟定好的药品名单，这些都是手术后要吃的抗排异药物，你们抓紧时间去买。唐仲威接过来看了眼，忍不住心头直跳。上面的药物都非常的昂贵，按照剂量来算，1个月少说也得好几万，而且这还是正常情况下的用药。万一之后诺诺出现了排异反应，就还得再做手术，那又是几十万的开销。尽管叶枫的卡里还有100来万，但唐仲威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叶枫看出了这一点，安慰道：钱的事情不用担心，何先生那边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，到时候还会再给一笔报酬。另外我会继续想办法赚钱，咱们的水果生意目前足够维持诺诺的日常用药。听着叶枫轻柔的声音，唐仲威忽然有种说不出的安全感，从没有哪个时候比现在更让她依赖丈夫，也更信任丈夫。想到叶枫之前说过关于投资诈骗的事情，唐仲威问：那个塑料厂真的不靠谱吗？你从哪得来的消息？具体的很难和你解释清楚，但是相信我，那个厂子100%是诈骗。叶枫明白唐仲威为什么问这个问题。如果你觉得你爸真会去投资那个厂，最好找机会阻止他，不然的话，投多少扔多少。校花昔日小跟班背着名牌包包上门讥讽，只因听说曾经的校花和学霸结婚后过得十分落魄，想不到下一刻就惨遭打脸。2周后，诺诺出院了，刚回到家门口，唐仲威就看到一个年轻女子在门口不停地打量，不由喊了声：你干嘛呢？那个年轻女子回过头，看到唐仲威后，立刻笑起来：呀，唐大校花，一开始听人说你住这里，我还不信呢，没想到还真是。叶学霸，还记得我吧？你要是忘了，我可要踢你了。这名年轻女子叫柯丽蓉，是2人的大学同学。上大学的时候，叶枫和唐仲威都算学校里的风云人物。至于柯丽蓉，那时候只是2人的跟班，默默无闻的小角色。她之所以来到这里，就是因为听到有人说，曾经的校花和学霸结婚后混得相当一般。说白了，柯丽蓉就是想来一探究竟，从当初风云人物的落魄境地上弥补曾经的自卑感。怎么不欢迎我去家里坐坐吗？该不会要我在这里站着和你们说话吧？柯丽蓉笑眯眯地问着。说实话，在看到她的时候，唐仲威心里真的有点自卑感。他看得出柯丽蓉现在生活条件很好，当初在学校自己前呼后拥，可是现在落魄得一塌糊涂。但是想到叶枫仅仅用一个消息就换来了300万报酬，再加上水果摊那边只要用心经营，1个月也能赚7、8万，唐仲威心里又有了底气。当然欢迎，只是我们刚从医院回来，家里没怎么收拾。没事，又不是外人，没那么多讲究。对了，你说去医院，谁受伤了吗？诺诺身体不太好，去住了几天院。这样啊？柯丽蓉立刻在挎包里一边翻找一边道：那你不早说，咱们俩这关系，好歹我得去医院看看大侄女啊。咦，我的钱包呢？翻了半天，最后柯丽蓉一拍脑门道：得，早上出门走得急，钱包好像放在另一个香奈儿包包里了。唐仲威连忙道：没关系，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，不用给钱的。叶枫在一旁看得清楚，柯丽蓉哪里是想给钱，只是想借机炫耀自己有香奈儿的包罢了。他没有理会，自顾自地打开门走了进去。柯丽蓉跟着进来，一进门就很夸张地哇了一声道：哇，你们家这也太破了吧，这沙发看着好像用几十年了一样。唐仲威有些尴尬的道：的确用很多年了。柯丽蓉笑呵呵的道：你看我这嘴，说话尽得罪人，别往心里去啊。这样吧，中午我请客吃饭，咱们一块聚聚，正好我男朋友一会也来，互相认识一下。他是咱们市万顺地产的项目经理，你们以后要是想买万顺的房子，找他就行。唐仲威愣了下，万顺地产，他下意识看了眼叶枫，叶枫却好似没听到一样，带着诺诺进房间，压根没兴趣搭理他。对方明显是在显摆，理他干嘛？但唐仲威性子软，经不住柯丽蓉软磨硬泡，最后还是答应中午一块吃饭。微微，你这衣服得有些年头了吧？叶大才子，你怎么不给你老婆买2身好看的衣服？不知道女为悦己者容吗？不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回头可是你自己没面子啊。唐仲威解释道：没事的，我喜欢这套衣服，穿着也舒服。叶枫则淡淡的道：等吃完饭我就带他去买。柯丽蓉呵呵一笑，没有再说话。几人来到了一家高档西餐厅，看着进出都是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，唐仲威稍微有些怯场，他本能地拽了拽自己的衣角，总觉得这里与自己格格不入。这里的饭菜还是挺贵的，2个人随便吃一顿就得上千，不过味道非常好，我和男朋友经常来，算是常客了。唐仲威哦了一声，微微垂着头，他表现得越低沉，柯丽蓉心里的优越感就越足。他们刚坐下，柯丽蓉的男朋友马晓峰就来了，这是个戴着眼镜，看起来很斯文的男人，只是一到跟前，眼珠子就在唐仲威身上打转，着实破坏了这身气质。这位就是唐仲威小姐吧？
经常听小荣提起你，真是闻名不如见面。唐小姐简直就像画里走出的仙女一样，令人惊艳。马小峰笑呵呵着上前伸出手来就想握手，却被叶枫提前一步挡住了视线。你好，我是叶枫。马小峰心里有些不高兴，他才懒得管叶枫是什么人，只知道这家伙破坏了自己和美女肢体接触的机会。但马小峰没有立刻表现出来，只扫了一眼叶枫的打扮，心中便有了主意。几人落座后，马小峰开始点菜，状似随意地问道：“不知道唐小姐喜欢吃什么？要不然一人先来照笼，你们都不要客气，随便点，我请客。这位先生是唐小姐的，他是我丈夫。”马小峰哦了一声道：“那叶先生喜欢吃什么？多伦多的昆鱼是这里的特色菜，他们每年都从港口直接空运过来，非常新鲜，要不要尝尝？”叶枫抬头看他一眼，没有问所谓的昆鱼是什么，只道：“既然是特色菜，马先生应该很喜欢吃吧？”“那是当然，所以才推荐你尝尝。怎么着，给你点一份？”“既然如此，那马先生先吃2份，再给我点1份吧。”马小峰一怔，随后脸色有些尴尬：“我吃太多次，有点腻了，还是算了吧。”叶枫淡笑一声：“行吧，那就给我要1份。”马小峰心里一喜，立刻点了1份。至于其他的如牛排、红酒的什么，就很随意了。点完菜，他和柯丽蓉对视一眼，都暗暗发笑。所谓的昆鱼是一种非常少见的深海鱼类，虽然罕见，但味道绝对算不上好，还带着非常浓的酸臭味。马小峰之前点过一次，差点没恶心的吐出来。点这道菜纯粹就是为了恶心叶枫，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。可他哪里知道，论享受，叶枫绝对能甩他10条街。曾经的百亿富豪，在享受方面可从来不会吝啬。昔日的小跟班假意请客吃饭，还想用比鲱鱼罐头还臭10倍的菜戏弄我，却不知我这个曾经的百亿富翁轻松打脸他们。我每个月也就1万多，他每个月5、6万，业绩好的时候甚至还拿过6位数呢。柯丽蓉满脸的炫耀神情，马小峰也看向叶枫问：“叶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叶枫回答道：“没工作，暂时陪我老婆在菜市场卖水果。”微微，你真的在菜市场卖水果啊？柯丽蓉很夸张地喊道。马小峰更直接说：“唐小姐，你这样可不行啊！这么漂亮的脸蛋，身材这么好，在菜市场那种龙蛇混杂的地方不适合你待的。要不然这样，回头来我们万顺地产，多的不说，每个月最起码可以保证你工资过万。”柯丽蓉瞥了一眼马小峰，自然明白男朋友肯定是看上唐仲威了，但她却没有反对，反而为了尽可能体现内心的优越感，帮腔道：“是啊，微微，你这么漂亮，去做楼房销售肯定比别人都厉害，肯定能1个月过万的。再怎么样，也比你在菜市场卖水果好啊，那才能赚几个钱。”唐仲威表情有些不太自然，他很想说自己的水果摊现在1个月能入账好几万，但这种吹嘘的话，他实在不好意思说。叶枫却是没有那么多顾虑，既然这2人想显摆，他便淡淡的道：“做销售还是算了，太辛苦了。我们俩卖水果，现在1个月能赚6、7万左右，挺好的，暂时不考虑换工作的问题。6、7万。”马小峰和柯丽蓉都听得满脸惊愕，但没过多久，马小峰就呵呵笑起来道：“叶先生可真会开玩笑，我还从没听说过在菜市场卖水果能1个月赚好几万呢。”叶枫耸肩道：“那可能是因为你太久没出门了吧，没事多出门走走，自然能看到更大的世界。”马小峰的脸色顿时沉下来：“叶先生这话什么意思？说我是井底之蛙吗？”叶枫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马小峰一拍桌子就站起来，柯丽蓉连忙把他拉住。与此同时，服务员走过来道：“你好，你们要的昆鱼。”马小峰哼了声，这才坐下来，皮笑肉不笑的道：“叶先生看起来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，那就尝尝这道特色菜吧，很贵的，可得吃完啊。”叶枫没有说话，直接把盖子掀开，顿时一股酸臭味扑鼻而来，连唐仲威都被熏得捂住鼻子道：“这什么味道啊？是不是坏了？”“怎么可能坏呢？这可是很高档的特色菜，你们该不会没见过吧？”柯丽蓉笑呵呵地说着，她等了这么久，终于等到自己想看的画面了。叶枫笑了声：“的确是很高档的菜，值得一尝。”他如此淡定的表情，让马小峰心里总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普通人闻到这个味道，甚至有人能被熏到吐，叶枫却不为所动，难不成是他太能忍了？这时候，叶枫拿起餐盘上的小西红柿，用刀子切成2半。马小峰立刻道：“怎么，想先吃点水果压住这味道吗？那你想多了，昆鱼的味道，就算刷牙都去不掉。叶先生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还以为你吃过。你要是不知道昆鱼是什么，干嘛不早说呢？现在菜都上了，可怎么办？”唐仲威不是傻子，他也看出来马小峰这是在故意坑人了。就在这时，叶枫已经切开了昆鱼的鱼身，然后用叉子插进去，似乎在挑动着什么。一边做，他一边道：“昆鱼是一种只生活在2500米海底下的鱼类，的确很稀有。那种区域水压非常的大，而且常年没有光亮。昆鱼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，体内进化出一根特殊的味线，可以散发出独特的香味吸引食物，也可以随时转化成另一种酸臭味来驱赶敌人。所以在渔民的口中，它也被称为狡诈的马克西。哦，马先生可能不懂拉丁语吧？马克西是阴谋之神的化身之一，曾背叛过海王。这种简单的神话传说，你们该不会没听过吧？如果没听过，可以百度查一查。”马小峰听得满脸错愕，他确实不懂拉丁语，更不知道马克西是不是阴谋之神的化身。但他知道叶枫现在气势很足，如果自己不做点什么，很可能会被他压制。然而这时，叶枫把西红柿汁往鱼身上滴了下去，
短短2、3秒的功夫，一阵迷人的香气从鱼身内渗透出来。诺诺哇的一声喊出来，好香啊！叶枫分别夹起一块鱼肉放在唐仲威和诺诺的盘子里，然后才坐下对马小峰道：“我想马先生应该没吃过几次鲲鱼吧？或许在第一次吃的时候，你只知道它有股酸臭味，因为面子过不去，没好意思问服务员具体应该怎么吃。你是把这颗西红柿当做普通的配菜的，对吗？还有，鲲鱼并不是多伦多港口来的，而是大西洋的深海渔船偶尔捞上来后，根据各个酒店的预订排名直接空运过来。所以说，多出去走走，才能看到更大的世界。马先生，你觉得我说的对吗？”马小峰被说得满面羞红。叶枫说的没有错，他只吃过1次鲲鱼，那股子酸臭味让他记忆犹新，才会故意挖坑想让叶枫跳下去。可惜的是，他低估了眼前这个男人的水平，看着男朋友一阵青一阵红的脸色，柯丽蓉同样神情难看。他们是想来显摆的，却没想到反被将军了。这时，连服务员都走过来，冲叶枫竖起大拇指补了一刀。这位先生的确是行家，鲲鱼作为非常稀有的深海鱼类，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具体吃法，只有不懂行的人才会说它吃起来酸臭难闻。马小峰听得更是想找条地缝钻进去，脸色阴沉的好像要下雨一般。这时候，柯丽蓉忽然用力拽了他一下，欢喜的提醒道：“是你们公司葛总，他也来这吃饭了。”马小峰连忙看过去，果然见葛清泉和2个人走进餐厅，他惊喜交加，心里又有了反击的想法，立刻站起身来道：“我们公司葛总来了，我去和他打个招呼。”